首先我是富阳人，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已经在开始研究富阳的文化了，就是2009年的11月份，中国邮政总公司决定明年春天富春山居图作为特种邮票，那这个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就去跟他们争取把这个首发仪式放到富阳来。那么到了3月20号是这个邮票的首发仪式，3月12号，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跟记者见面会上提到了这张画。他就讲了这个故事嘛。元朝有一个画家叫黄公望，画了一个富春山居图，然后一半在浙江，一半在台北。意思就是说，这个画我们希望合璧，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们两岸的同胞呢？就是像什么画犹如此，对，人何以堪？哎，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你所了解的黄公望的故事。他本来姓陆嘛，叫陆坚。对。然后呢，这个送给这皇宫做养子，因为这皇宫很老了也没儿子，所以就给他起名字叫黄公望，字子久，这合起来就叫黄公望子久矣，就是皇宫盼儿子，再盼来个养子，是这么个开头。没错，他是生在南宋末年，10岁的时候元兵下来了。杀了很多人嘛，所以在这个转来当中，他的父亲死了，那么他的母亲就带着他们兄弟2个，他是弟弟，还有一个哥哥，那么一个母亲要带这么2个儿子，那生活肯定有问题。那么刚好呢，就是住在常熟的一个人，姓黄，乐，就是我这个乐，黄乐，他很聪明。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有个非常不利的是什么呢？元人统治以后呢，首先他把科举考试给废掉，然后他把那个时候的人分了4等，他们满族跟蒙族他们是1等，第2是色目人，第3是汉人，就是北方人，第4叫南人。鲁迅说，为什么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呢？因为他们做奴隶资格比较老，是这么回事，太刻薄了。所以他就没有当官的机会。他一届一届有很多的限制，就生不逢时。其实他开始还是比较求这个仕途的，对，没有高考了，他还是找别的渠道嘛，当被哪个官员看中了。这个他24、26岁的时候呢，有个浙西年方使，年方使就是纪检干部嘛，就是给那个人当秘书，当秘书。对，那个人工作很好嘛，提拔了嘛，到元大都去了嘛，但是有规定，黄公望不能带，但是他推荐给他的继任者。第二任呢，人认为这个人很好，用得很好，几年以后也提拔了，提拔以后到了朝廷里面，他就为了讨好皇上，他说我这几年在江南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大户人家，他们家明明有500亩田地，他们只报了200亩，少交税。那皇上说，那你赶快把这个问题去搞清楚嘛。然后他重新带了黄公望又来了，就想早一点把这个整理清楚嘛，叫整理田粮嘛。他的手段太过分了，逼死了9条人，所以老百姓开始闹事。他跟着这个官员治罪了，他是秘书嘛，对，也坐牢了。对，坐牢期间呢，高考恢复了，对，科考恢复了，对，他的好朋友对，他写信给他，写诗给他，我考上了。我考上了，你明白吧？就是说这就前半辈子就是属于这个头碰着黑，对吧？就等于最后就决意仕尽了，对吧？对，反正这次再一出狱，当官了，就彻底灰了心了。对，谁一开头都是想着能够事业成功啊，或者地位上升啊。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有这个一个文人的这个骨头在那里头，彻底灰心了的时候。道人，他就当老道了。他老道是怎么回事情呢？元朝忽必烈在还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他就是招了丘吉初、丘处机、全真教的对，丘处机，就请他去，你给我讲道，就是跟那个郭靖、黄蓉关系特好那个。对，然后就是丘处机就是跟他讲，就是你就说你不要随便去杀人嘛，就是按照今天的话来说，你马上打江山，你不能马上治江山，对吧？所以呢，就是对道教元朝统治阶级
还是蛮推崇的。你道士的身份在那个年代，你可以比较的有保险，然后你的生活也比较有保障。他们的身份是得到人的尊重的，所以在他61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全真教。他那个时候已经跟赵孟頫在学画了嘛，他已经是个山水画家了嘛。那山水画家是不是要去看山水啊？对。道士是不是要去云游啊？云游，那刚好嘛，他的工作跟他的业余爱好就合而为一了嘛，深入生活。所以他在那个几年，他61到69这段期间，他还是走了很多名山大川的。哦。但是在70岁的时候，他到了这儿，到了富阳的妙山坞，他看到这边的风水，这是好地方，这是小洞天。才能他是多方面的，他除了画画写字，他会吹铁笛，用铁做个碟子。铁笛，对，咋铁笛道人呢？对呀，所以他跟杨维桢2个人，他们都会吹铁笛嘛。杨维桢的号就是铁笛道人，然后他们有杨维桢的诗歌里面有记载，就他们2个人一起在松江那一带，在小金山上，他们一起吹铁笛。哎呦，你看他入道以后啊，他在苏州啊。他开了一个三教所，劳教所，三教九流，他这就是对呀，他这就是他没有说我只讲道，儒释道，所以说在沈足的那段题跋里面，黄公望是一个非常潇洒，像你这样会讲，喜欢跟人家喜欢讲话哦，三教所一起来，大家讨论争论，会聊天，会聊天哦，这么个人，就像三教行，他就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一起来聊天。呵，我跟他提鞋也不配啊！是这么一个人，很潇洒，不太有所谓的规矩。他60岁以后啊，他的画已经可以卖得很高了。朝廷里的史官都老是要向他来订画。活着的时候已经很有名了。当然了，根据我的研究，他有3张画是画隐居地的，每一张画都有一首题画诗。隐居到富阳的第1年，他有了灵感了，给他画了一张，然后上面题了一首诗，然后最后2句诗，他说：“有客茅厕里，有一个客人住在茅草屋里面，有客茅厕里，居然迎着风。”实际上，他的这个朋友圈啊，就元末明初的这个隐逸的这么一些文人雅士。就是这个漂游于五湖四海之间。你想，还有这个倪瓒，元人这个追求的这个画呀，就是上意，他表现他这个意趣啊，所以就是像什么叫一笔草草、对，一笔草草，感觉是活得很遥远，很有远意啊。那个严子陵当年也是，严子陵这么一个隐士，你不干革命工作，你到富春江边来钓鱼，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人来歌颂你，凭什么？就是刘秀跟他是好朋友、好同学。我刘秀当皇帝了，我在封官，你很好，我请你做官，你不愿意，你为什么？你对我有意见是不是？还是你这个官太小了？不是。严子陵的意思，我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志向跟兴趣，对，你不能勉强我。就是我认为这句话是最关键。什么意思呢？我的人生我做主，你皇帝也不能来安排我的命运。所以他历朝历代很多的大文人上来，他们其实有些是官员，他们也会歌颂严子陵。为什么？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寄托大家的期望，有的自己不敢做，对，然后就期望。一方面，这个中国的这个文人呐，受的教育，我觉得总体上都是求功名，对吧？建功立业，前途就是考科举，但是呢，也永远有不绝如缕的一种传说。所谓这种传说呢，就是一种价值观。比如说你这个皇帝啊，让我出来做官呐，你看见他在那洗耳朵，这是我们徐老师的就脏了，徐老师的对吧？徐有，哎，对，许由嘛，你给我说这事儿。都脏了我的耳朵，就世间的这个功名利禄，找谁出来做官，不出来，躲到山里去，最后这个皇上就是逼他出来做官，就放火烧山。对，
结果这哥们儿抱着个树，活活烧焦了，也不出来做官。这是清明节的由来。哎，这种传说一直到贾宝玉。贾宝玉就是你甭给我提这个事儿，对吧？科举的这个事儿，谁给我提，对吧？你就是垃圾，就是听都嫌脏。他为什么又有不绝如缕的这么一种价值观？对的，隐士我知道什么叫甄氏，皇上征召了你，但是我不去，这就是甄氏。哦，不原来讲隐士这也是一个身份。那这个要做甄氏，先要有人争，对对我们历史上很多所谓的隐士，他是重男轻女嘛，就没人争，然后没有要当争，你隐士。装成一个隐士，对吧？西方人来争嘛。中国古代人的这种价值观，你们能理解吗？就是说，我说贾宝玉的这种价值观，毛主席喜欢《红楼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他在贾宝玉延安的窑洞里边跟萧军的谈话，就是讲他喜欢贾宝玉，因为他是革命派。对他反吗？他对整个这对个当时世俗礼教的东这种主流的这种不是主流的标准和价值观秩序、价值观，对价值观。那是不是还是因为这些人他有本事当官或者有条件，这个前提他才可以拒绝，才会有这么一些人。所以文涛老师那个观点就是他有选择权，才会有这样的人。对呀，但大部分的人还是有没有选择。就是说他能够不去，对这个能够不去是一是你要有这份胸怀，你也有对志气；第二你也要有这个胆量。被报复怎么办呢？就算你自己想不去，你家人都在那里跟你说，你别搞错啊，我们都要靠着你啊。第三，你还得有这个生存能力。如果不当官怎么赚钱？对，这两个字是把我们文化，你们讲半天就把我们文化里面的核心讲出来。一个就是士，知识分子这个士，是；另外就是这个士加一个单人边，也是士，士也是动词士，第四声是做官。学而优则仕的那个，从这个士变成这个单人边的这个士，或者要不要变，或者怎么变，对，整个文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线。所以你们这个地方就是个归隐林泉的地方。但是跟我们一般想象的隐士的地方，可能是高山啊，很深的林啊，对，或者是与世隔绝与世隔绝不是。江南的这些隐居的地方啊，对，非常市民化，对，非常老百姓的烟火气。是啊，你在这里隐居，跑出来吃饭也比较方便。他可以生活条件很好。对，这个地方，它不是拒绝一般的日常生活，那个大官我不要功名，但是我在这里我画画，但是。江南的整个这个隐士，跟我们想象的深山大川的那种隐士不一样。其实他是生活艺术家，对，他要过另一种生活，对，所以他要选择这个江南这种鱼米之乡，而且富春山这样温润的地方。就像蒋老师刚才说的，我说这个什么大隐隐于市啊，他说不是，他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才隐于野呢。尤其是江南文人，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他中隐隐于市。是。对，我们的就是黄公望隐居地再过来靠富阳城，其实今天是富阳城的靠山，叫小隐山。小隐山，怪不得小隐。所以我们不要去想隐的事情。阿成早说过了，他说要隐，他说你没有试过，你隐什么呀？黄公望住下来以后，他以前的一起学画的一个画友，也是在官场上的，不得已很伤心。黄公望画了一张画，给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2句话，就是说，不是你做官没有做好，我建议你到富阳来，富春山水是最好的隐居的地方。富春山水钟家墩，这是黄公望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句诗。行，咱炖吧。好，谢谢。哎呀，谢谢蒋老师，很高兴啊，徐老师，真的是久仰。对，非常好，意思。伟杰，哎呦，屏幕上看你那么美，到了下面看更加美。哎呀，就得做饭，真的是。徐老师，你说出了这个江南隐逸生活的本质，
那才是温柔富贵乡啊！桃花源不是什么逃难的地方，桃花源是更好的生活。我研究这个江南这个隐逸这个群体，蒋老师说的这个杨维桢，杨维桢跟黄公望特别好，但是因为在元朝嘛，做了2年官，肯定是在那儿也被人排挤，不得已才回来了。可是回来了，他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就是他有4个小妾，这哥们每次到哪儿，就这4个小妾抬着他，抬轿子，这小妾还要抬得动，没错，好难啊。然后就是唱曲儿、歌舞升平、作诗、赏识、写诗、看画，所以他们定期的雅集就跟《兰亭集序》一样。但是呢，一般都是说他们用这个来什么解脱内心的痛苦。我说这痛苦什么呀？对统治者的排斥啊，对对对，坚持自己的节操啊，我很难理解。他有，就是说因为想报国，这个对啊，就不受重用，怀才不遇。你怀才不遇，你过那日子比你遇了还好呢。中国古代这书生，他大概从小受儒家教育，就是你给他荣华，你让他过腐朽，他也不高兴，他可能也痛苦，觉得没报国没机会。我说你要是过这样的生活，这家伙的报什么国啊？哎，小点你知道这个韩熙载夜宴图？你看他在那干什么呢？就是演示，为了向皇帝表示我没有什么篡位，我不想造反，于是呢就让皇帝看到他在搞娱乐，是吧？有歌舞团，有朋友，夜夜笙歌。你说你像基督教那些，他确实到沙漠里去做那个苦修士，那个东西咱们还能理解，对吧？是，你这东西我真觉得他是，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对啊，诗酒就是人生嘛，就是审美的生活嘛。只是因为没钱没有条件过这样的生活，咱们才出去奋斗嘛，不是这样吗？就是江南文人在这一点上，我第一怀疑他们装，第二他们是一种我不理解的人，就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那你说如果有条件过这种生活，每天就这么样游抚春江，画画作诗写字，对吧？就是唱昆曲。他这个喜欢应该就是比如说自己想要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他只能用这些事情来消耗或者掩饰真正所谓内心的悲伤或者遗憾，应该是这样的。对，一般史书上都这么写，就掩饰。也不一定了。我说我2种可能，因为我很难理解，就是说你玩的还挺痛快的，你掩饰内心的痛苦。但那也4个小妾对他不是生活的目标，对不对？他的目标是要治理。半壁江山，对不对？就你知道吗？对人家来讲，这个不在话下。康有为维新失败，一张照片5个老婆在那里。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还是穷人的想象。对于贵族来说，解决这些欲望都不是什么问题，包括说魏晋名士，这些王羲之什么的。对，你注意到没有？就是他贵族啊，就像咱说地主，你看地主他为什么他报国？它是基本的这种需求，我们现在的可怜是，你基本的欲望都成问题。那个时候呢，读了书，去考科举，自己自命为士的这样的人，他就觉得他跟名呢是2回事了，就是2种人了，基本上。对，他终生呢，你看他要么就是4书5经读到考上状元或者怎么做大官。就是跟一般的耕种谋食这不相干，他们都有基本的东西。他们家里有田，对，多数几百亩田，其实就是生活水平就有点像俄罗斯的，他是农奴主，他家里都有几百个农奴可以给他卖。这个上就前提是有钱人玩的东西，收藏啊、艺术品啊，传统上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在你的眼界、你的见识、你的层次、你的审美，因为你的家庭环境造就你这些东西，它本身就，说实话，它是这个东西不是后天一定能弥补上来的，你的审美都到不了，它一定是不一样，它是有局限的。但不代表草根和平民出身的人做不了艺术家，是可以的。现在也有梵高了，那种就也挡不住的。真有一个这样的天才，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就是象山跟见这个王树啊。王树老师，中美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他得了好像很重要的奖，是吧？还有他的妻子也是建筑师，陆文宇。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2013年度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他入选。像我们这个象山校区、宁波博物馆、杭州南宋御街、上海世博会的什么藤头馆、苏州大学的什么图书馆，都是他的建筑作品。艺术家都是墙外开花墙内香，是吧？都要先在外面开了花儿，特别是做当代的这些。有点这个。哎呦，人家王老师会不会生气了呀？啊，生气了吗？咱们迟到是几个钟头啊？哎呀，王老师，一定生我们气了啊！太好了，不好意思。我们本来有一个晚场电影，没来，我们先看。你好，太对不起了，没事，我估计你们那嘎舍不得走了吧？没错，不是，是您的作品拖延了我们的时间，原谅一下吧。那我完全可以理解。